这间必吃吧，客满好吗？但是不会等很久。我刚刚点了一杯番荔枝气泡水，重点是我吃半天不知道番荔枝到底什么东西。然后呢，我点了一只这个特级之骨，还有一碗排骨。他们的肉骨茶跟黄雅系不一样，黄雅系是深色的，他们这感觉就是那种大骨汤。真的好喝啊，这可以耶。黄雅系的胡椒比较多，不同感觉的。但不管怎么样，第一餐喝汤是对的。我们第一餐时间也很奇怪，就是快要6点，不是早上6点哦，是晚上6点。你的朋友都跟你说，哦，来新加坡7天很够这样。对，每一个人听到我说啊，你们来7天，然后连建设司机听到我们要来7天，都觉得7天会不会太久这样？哪有太久，我睡都睡不够，好不好？我们平均从下午5点开始，后2天不能这样子今天把最后睡觉扣打用完。熬骨头，又吃控肉，胶质满满。OK， 我们现在要去克拉码头。在新加坡有2个游船的方式，一个是鸭子船，一个是在克拉码头坐船这样子。我们选择克拉码头的船，去问问看。旧西街警察局建于1934年，最初是警察局和收容所的所在地。1998年，它成为新加坡的国家纪念物之一。建筑总共拥有927扇彩虹般绚丽夺目的窗户，目前为新加坡新闻艺术部的大楼。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他这边买船票只能刷卡，不能现金，还可以支付宝，不可以现金哦 ，No cash。不然你就白跑一趟哦。我们等等坐7点45分的船，绕一圈，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点来坐刚刚好，可以看到这个码头的日落的景色，一直到晚上点灯，这样子很不错。克拉码头是位于新加坡河与里巴巴利路一角的旅游名胜地，是以新加坡第2位总督安德鲁克拉爵士命名。这里曾经是卸货使用的小码头，经过开发后，成为新加坡市区最新的一个娱乐场所。这里除了有热闹的酒吧外，还有各式风格的露天餐厅和咖啡厅。大名鼎鼎的珍宝海鲜餐厅就在克拉码头附近，前往用餐前记得要先预约哦。沿着克拉码头沿岸散步，你可以发现这里的音乐无时无刻刺激着我们的感官。选择岸边阶梯上或露天餐厅坐下来，也别有一番风情。乘坐传统的小船起航，从独特的视角探索这座大城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欣赏克拉码头与著名地标，例如现代新加坡创始人首次抵达的莱佛士登陆地点与世界著名的鱼尾狮雕像。如果选择在傍晚的时间游船，可以同时欣赏地平线上美丽的日落与夜间灯火的绚丽。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国土面积只有722.5平方公里，人口564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为了应对急速城市化带来的挑战，新加坡早在20年前已制定了注重生活素质、重视大自然的长远计划，发展自然保护区及公园，也在道路上规划大量树植，在绿化改变城市景观之余，亦能改善空气质素以及降低城市热岛效应。擅长在热带环境起楼的沃瓦建筑事务所，在建筑项目加入水耕种植系统、空中花园等，将大自然引入建筑，令建筑物看起来像临近公园的延伸。另外，海滨湾花园亦是新加坡的著名绿色景点，曾
城市拥有世界面积最大的温室花穹，每年吸引超过600万游客参观。在新加坡，其他著名的建筑不胜枚举，其中包括达士里摩天祖屋、樟宜机场等等。近20多年，新加坡一直努力克服地理上的缺点，为未来做好准备。目前被视为亚洲最环保城市，更有可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净零排放的城市。很好玩，我觉得它可以再开慢一点，因为我们刚好是坐7点45分的，8点金沙酒店的前面有水舞表演，8点一场，9点一场，大概15分钟。那如果开慢一点，我可能可以把水舞表演看完。我觉得我旅程算顺利耶，就是我们去哪它就出现什么，它该出现它就马上出现什么，完美，对，完美。地板也是摄影棚，是不是？这样。它打了灯光哎，怎么办？这边每一个街道都想要走进去探险哎，而且因为它每一个方向的建筑都很漂亮。哇！这个河边旁边有餐厅，就沿着河边找一间顺眼的坐下来。赏夜景，也太多人了吧！前面好开心哦，而且什么食物都有，北方菜、日式料理，然后好像越南菜也有吧 ？Perfect。到克拉码头这呢，我建议大家从克拉码头到后面的鱼尾狮，这个可以排一整天。因为克拉码头那边你可以逛街、吃东西，餐厅非常的多，然后一直走他们旁边的食物的街区，我们刚刚有看到的。它旁边还有历史文物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走进去，因为里面它的建筑设计也很好，然后里面有展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这样过桥过来走一段，然后再过桥过来再走一段，慢慢就会走到后面的富利敦酒店。富利敦酒店那边可以走一圈，因为它建筑也很漂亮，然后也许可以进去吃个下午茶。那再过个马路就是鱼尾狮了。我觉得欣赏他们建筑蛮值得的，因为他们的建筑就是文化特色嘛，所以就一路吃吃喝喝、逛逛建筑、逛逛艺术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很棒。鱼尾狮呢，正对面就是金沙酒店，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它的旁边有一间棕榈滩海鲜，吃螃蟹的，也蛮推荐的一间海鲜餐厅。我们本来有订，但是因为这2天吃海鲜、吃螃蟹吃的有点太累了，所以我们就直接取消这件事情。那等一下，因为这一列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餐厅，我们找一间简单的，我们不剥螃蟹的，好不好？这个鱼尾狮看起来看一看觉得很幸福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疗愈的，还是说我看太久脑子进水？它没有手哎，我发现，因为它是一只鱼，然后是这样。鱼尾狮是一种虚构的鱼身狮头动物，它于1964年由当时的 Van Cleef 水族馆馆长 Fraser Brunner 先生所设计，2年后被新加坡旅游局采用作为标志，一直沿用到1997年。而这期间，鱼尾狮已成为新加坡的代表，如同法国的巴黎铁塔或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一间喝东西的，然后它其实也有食物，但是因为现在比较晚了，它食物就没有了这样子。不然我本来想要点一个生蚝 shot， 对，但是它现在没了。有机会来的人可以点一下，那看起来很好吃。那我们今天点的是一般喝的哈密瓜的饮料冷饮。哇，它刚刚
店员说已经没有公餐了，然后我最后不死心，我问他，因为他们有一个甜点看起来非常特别，应该也是他们这边特色的食物，就是柚子，那个日本的柚子，然后他有这个柚子冰淇淋，然后我最后就问他说，那你们甜点还有吗？他说我们已经结束，但是我去帮你问问，就来了，好好吃哦！而且它下面这是什么？那个红红的，好好吃哦！我就说新加坡人都是好人，他们明明已经不供餐了，然后因为我想吃那个冰淇淋，就端出来给我，好开心。而且其实那时候已经很晚了，然后我们坐的那个地方呢，其实跟中旅滩海鲜是同一排。就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吃不下海鲜的话，就可以这样挑一间像酒吧的，坐在那边吹吹海风，然后看一下金沙酒店的夜景，跟朋友小坐一下，很棒。宵夜时间，我们又排超多吃的，然后还要这样子点宵夜哦，怎么这么 Q？ 这是干嘛？如果你生双胞胎，就可以买这支冰棒，好可爱哦，这样子，这吃起来就很像美国的水果冰棒。那你买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阿华田冰棒吧？好好吃啊！没辣，但好好吃哦，好香哦。我们水煮开吗？它到底有没有在煮？我买了泡面2种，这样子的，好可怜，我们居然要这样子。我们刚刚没有选那个螃蟹，想说去吃汉堡，最后还没走到汉堡就被另外一间有卖生蚝的吸引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他说因为比较晚了，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吃的，是只有喝东西这样子，所以我们最后没吃到东西，才会现在这个结果。哦，松露味，好浓哦，是不是？它可以丢在牛排上面。对，也太浓了吧？这认真还是化学味道？但如果它是化学的话，也太真了吧？我买了一个这个百事可乐白柚青竹味。哇，青竹是怎样啊？我们那天刚下飞机，先买了一个可口可乐香草口味的，因为很久以前台湾有出过香草口味，然后之后就没再出现过，所以那天看到想说好买回味一下，就喝了觉得怎么会有零卡味，因为我不喜欢零卡的味道。然后现在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一点零卡味，我超爱喝可乐，所以它味道只要有一点点变，我都知道。我跟你说，你远远看这百事可乐，你会以为它是青梅竹马味。说到青梅竹马这件事情，各位，我跟一轮不是一对好吗？不要这样想，一轮就是我们的好同事，我们有个团队这样，那一轮只是其中一员，就不要误会了。反正呢，一轮是有另一半的，不要这样子，我们和大家会造成误会，这样不好。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那我呢？那断我桃花我刚刚直接罪加一等，怎么样？被女友误会，被观众误会，然后还要断你桃花这样。对，各种罪名加上来。在此澄清一下，好好看影片，我们就是好伙伴。OK， 白柚青竹味，不要误会它，不是青梅竹马。你可以误会他，但不要误会妮娜。真的，他是我的优良好职员，所以呢，你们觉得这种身份有可能是在一起吗？太夸张了 ，OK？ 可以理解我意思吗？什么叫做优良好职员？就是我的老板，好不好？所以才被带出来玩。对，带出来累的 ，OK？ 我们其实出来很累。来新加坡睡到下午，有谁敢这样？刚刚在买泡面的时候，一轮才突然讲说，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泡面在新加坡吗？然后我说你怎么现在才讲？那就是要去大超市买的东西啊。哦，这是酸辣海鲜面，我这算泰式的吧？那你那算什么？哇塞，你的很咖喱耶，咖喱口味。我跟你们讲，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台湾的泡面真的很强，韩国泡面也很强，但是台湾的泡面很多样化，是不是？我们台湾人目前只有韩国的觉得哦这样子。我们有看一下韩国泡面，我去看一下。对，去看一下，威胁大家去看一下，拜托啦。对，拜托去看一下。所以你现在说什么全球最厉害泡面，新加坡那一包，我一定要吃到。噔噔。
就是这一包。还是说你其实跟这一包很熟，只有我不知道？一轮他上网查新加坡第一名泡面，然后就出现它，然后我们就多次在新加坡遇见它，但买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半夜经过那种关门的超市，所以呢，我这个其实是在台湾的超市买到的，所以台湾也买得到，所以大家都可以买来吃吃看。然后我没有吃过，所以我们现在去煮煮看。哦，是粉，然后这个是酱。哦，有酱的有可能会赢哦。傻眼，什么意思？哇，它颜色开始哎，跟真的一样。哇，好香哎！哦，真的耶，好像很强哎。真的，新加坡热沙拉面，用盛的就觉得它有到位，好香啊！哇哦，我觉得我现在置身新加坡，还是说其实他们店家是这样煮面的，直接料理包一模一样哎，汤头，这个完全可以，你在家太太可以偷懒，你就这样弄一包，跟先生说，我煮的，我调味的，不要跟他讲你弄的。怎么样？有很强吗？我觉得以还原度，你真的在热沙面摊啊，或是面店吃的那个还原度很强，真的是蛮好吃的啦，好像没有办法比耶。我跟你们说，台湾的泡面真的有台湾的风味，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在，所以无法比较。这真的蛮强的，因为还原度有关系。好，吃光，大家一起吃吧，我一个人吃不下，好不好？我们刚一桌菜。丽娜加油！不行，这谁吃得完啊？